可是你却没有来。魏无羡将自己的头埋得更深。那时你为什么？是不是真的只是因为讨厌我，讨厌到不想来？没有。他加重了语气，重复道：没有讨厌你，我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去不了。是吗？那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讨厌过我？一刻也没有吗？魏无羡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执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似乎蓝湛变化的原因都不重要了，只要他能知道这个人对自己是怎样想的就足够了。蓝忘机觉得他应该解释清楚这件事，不能再让他误会，于是便一字一句郑重地说道：魏婴，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。大约3日后，魏无羡总算是烧退了。接到这个消息的温宁很开心地打电话来问候，却被前者毫不犹豫地挂掉。最后传达到自家一人手里的只有一条信息：老祖的小走失，魏哥你病好了就好。蓝影帝果真比我还会照顾人呀，赞赞赞。魏无羡冲着屏幕吐了吐舌头，翻了个白眼道：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这件事？等哪天我见到你了，再跟你算总账。不过客观的讲，蓝忘机对他的照顾真可谓是尽心尽力了，别说是他经纪人了，就算说是他保姆都不为过。自己的病也是在他的陪护下才能这么快痊愈。一想起蓝忘机这些天来是怎样给自己带合胃口的食物，是怎样拥自己入睡为自己取暖，是怎样用充满关切的声音询问自己的感受，魏无羡就觉得自己脸颊开始发热。不仅是脸颊，仿佛整个人因为他都变得暖洋洋的了。这个人可是大名鼎鼎的影帝啊！经过了这几天的相处，魏无羡突然觉得他还是有烟火气的，至少他眼里的蓝湛不再只有冷冰冰的眼神，而是逐渐开始有了温度。这样想起来，似乎接下来的合作也不会那么困难了。因为蓝湛休的假和他的病假是同样的时间，所以恢复正常工作后，两个人最先补拍的就是对手戏。这场戏很悲伤，从各种意义上来讲，戏里的蓝忘机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出国，好不容易有了正式关系的这对小情侣就必须被迫分开。二人在桥上互诉衷肠，互相立下誓言，交换了一个离别的哀伤的吻，然后就将面临长达几年的分离。魏无羡扔下剧本，无奈地叹气道：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才跟蓝湛关系好了点，就要拍这种苦情戏啊？他觉得以自己现在的心情根本就哭不出来。魏婴，一声轻柔的低唤将魏无羡从神游中拉了回来。抬头一看来，人正是这场戏的另一个主角。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就站起身，回道：啊，蓝湛，你化好妆啦？你还是记不住词。他一走近就看见那人满面愁容，不知是为何事。联系之前那次，便认为这人又是为了台词发愁，毕竟这场戏两人的台词都不算少。没有，我只是担心自己哭不出来。魏无羡垂下眼，愁苦地看着剧本。虽然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掉眼泪，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向严格，相信导演也不会同意让他滴眼药水或者吃芥末的。为何？蓝忘机看过他的所有参演作品，加上开机以来与他合作的表演，看来魏无羡在他心里是能够算得上一个表演天才的。他竟不知这样的一个人也会为此而烦恼。当然，他更不知道的是，这个人烦恼都是因为自己。毕竟我刚回组里，也许不太入得了戏吧。魏无羡冲眼前人一笑，道：没事了，我一个人待着就好，你快去忙你的吧。马上就开拍了。嘴上这样说，魏无羡心里却还是闲不住的腹诽道：我总不能说是因为你啊，你要是不来照顾我，让我好生尝几天孤家寡人的滋味，我也许现在就忍不住想哭了。你状态不是很好。眼前的人并未离开，而是在他身边的椅子坐下，主动提出和他对一对戏。正在魏无羡犹豫的当口，导演那边就已经准备就绪了。他只得遗憾地咧了咧嘴角，那就需要大影帝多多照拂啦。我现在确实不太能把控好情绪，还得靠你拉我入戏呢。在夜色笼罩的楼宇间，有瑟瑟凉风吹过，没有大雨滂沱，亦没有雷声轰鸣，但此情此景却足够令人哀伤了。他的心境亦如此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就要分别了，而下一次见面谁也不知是何时，就不能再留一段时间，或者
不走了。背对着的白衣少年没有答话，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该作何回答。微不可察的叹声，他努力挤出一丝笑意。我们俩才在一起多久啊？1个月都不到吧？你这就急着走，是不是？23年。他的脸上浮现出些许不自然的神情。你那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算了，从我们认识开始到1个月前，都只是朋友而已。背对着的人突然转身，深深地注视着他，逐字逐句道：可我喜欢你，不止1个月，是23年。明明是台本上的原话，自己看台词的时候都能默背下来了，可当魏无羡真正听到这些话语从蓝忘机口中说出来时，心间仍是不由得一颤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怎么舍得就这样离开？舍不得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这世上的确还有比我更重要的事情。呵，那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吗？我也不能确定。黑衣的少年往前走了一步，拽着眼前人的衣角，小声道：好，我明白了，我等你。令蓝忘机意想不到的是，近在咫尺的人突然抬起头，在他唇上吻了一下。这段戏接下来本该是由他主动，这人临时想出这么一招，倒真让他晃了下神。偏偏始作俑者还朝着他露出一个笑，不过在这样的情景下，那笑里也失了往日纯粹的明媚，而是带上了些悲戚的意味。那人接着道：愣着干嘛？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话还想跟我说的吗？我会回来。他郑重地执起眼前人的双手，坚定又不失温柔的立势。在两人的目光愈发深情的交汇中，两双唇也终于缓慢地贴在了一起，辗转厮磨，缠绵悱恻。拥住对方的双臂都是越收越紧，没有谁不想永久把对方锁在怀里，因为在这之后就该是临别时刻了。在蓝忘机转过身的那一瞬，一滴泪从身后人俊逸的脸上滑落下来。魏无羡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他现在本该是戏中人，也理应哀伤，可真正的那个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，只是看着那个离去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心里就一阵一阵的抽疼。魏无羡本人现在已经不敢想象，杀青后蓝忘机如此离去之时，他会是怎样的心情了。这场戏好歹是拍完了，出乎意料的竟是一条过。在导演喊完卡后不断的夸赞之下，魏无羡默默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，准备补下妆再拍远景镜头和备份镜头。可从大桥另一边走回来的蓝忘机看到的，刚好就是他擦眼泪的那一幕。他根本不知道魏无羡在拍戏的时候哭了，也来不及思考是为何，急忙上前去询问：魏婴，你如何了？他见魏无羡眼眶红肿，毫无演戏的痕迹。蓝湛，我没什么。他下意识地在拿袖子擦了擦眼，虽然只流了几滴泪，但眼眶的红肿还是一时半会消退不下。